另外，有可能的话，让我去雷霆岛上修炼一段时间。加入圣盟？加入圣盟倒是容易，以你的实力要加入也绰绰有余了。我凌霄宝殿帮你推荐一下，也只是举手之劳。至于那雷霆岛，也不难。你这条件我凌霄宝殿完全可以接受。那就这样说定了。至于这东西，两位放心，只要事情办成，我立即会交给二位。我们很放心，你十绝真神单单招惹了星辰一脉，便被逼得如此凄惨。我相信你没有胆量再来招惹我凌霄宝殿。那肯定。我与明心现在就替你去办了这件事儿，10天之内事情应当就能够办成。这段时间，你便先在这等等。有劳两位了。无量长老、飞檐长老，凌霄宝殿的2位永恒真神已经离开了。先别急。那2位永恒真神才刚离开，现在应当还待在这城邑内，以防万一，咱们先等等，等他们离开这座城邑，走远了，再动手。好。那丹顶真神跟明心真神应当都已经离开了，可以动手了。那我便先去酒馆跟这位十绝真神打个招呼，你们俩赶紧过来吧。好。十绝原本被星辰一脉追杀的走投无路，只得一直躲在距离10大圣地无比遥远的神国之内。但好在老天怜悯我，竟然给了我一次翻身的机会。只要我能够成为圣盟的一员，且去那雷霆岛上修炼，纵然是星辰一脉也会有众多束缚，起码在很多地方他们无法公开杀我，而我则还可以借助雷霆岛上一些资源，想办法提升实力。等我有朝一日实力大进，成为最顶尖的混沌真神，乃至像九宫真神那样的真神榜上强者，那星辰一脉也奈何不了我。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翻身机会，我一定好好把握住。哦，这雅间里有人啊，我还以为没有呢。滚出去！哼，别那么大脾气嘛。一个人喝多没意思，不如我来陪你们。十绝真神。你是谁？在这个世界上，知道十绝真神你的下落的，便第一时间找上门来的。你说我是谁？星辰一脉的。十绝真神，连我星辰一脉的星辰宫弟子你都敢杀，而且一杀就是2位，你这胆量可真不小。好快的剑，对力量的控制竟然如此完美。这2人是星辰一脉的无量真神与飞燕真神，该死！十绝，你逃不掉的。今日你必死！这十绝真神的身法倒是不错，这个剑身，好快的速度，好诡异的身法。九霄轮回，这是2阶真神绝学，给我滚！啊！怎么会？十绝，受死！不好！丹顶真神、明心真神，快来救我！星辰一脉杀上门来了，我抵挡不住。我若死了，那件东西可就落入星辰一脉的手中了。混蛋！这3大强者联手，没有任何逃窜的可能。除非丹顶真神与明心真神及时赶过来，不然我必死无疑。
丹顶真神与明心真神赶过来了。什么？怎么会这么快？他们明明已经离开了这座城邑了。就算第一时间接到十绝真神的求救讯息，折返回来，那肯定也需要近半天的功夫啊。有一种可能，便是凌霄宝殿在这座城邑内布下隐藏的空间虫洞，他们可以直接通过空间虫洞传送到这。星辰一脉的无量真神飞烟真神，另外那位，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便是那位在万古混沌世界鼎鼎大名的逆修剑无双吧。逆修，怪不得实力会如此厉害，原来是逆修。星辰一脉的3位，就此罢手吧。无量长老，我们该怎么办？不用理会他们，继续杀。3位，这里毕竟是凌霄大陆，还请3位给我凌霄宝殿一个薄面。我3人已经很给你们面子了，不然也不会等到你们2个离开再动手。看样子，你们3位是当真要与我凌霄宝殿过不去了。是你凌霄宝殿要与我星辰一脉过不去，明知这十绝真神与我星辰一脉有莫大仇怨，还处处维护他。既然如此，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宁心，我们上！无量真神，很早之前便听说过你们，只是一直不曾交手。今日，我倒要跟你好好较量较量。正面激战，你拦不住我。明心真神，还替我将那飞烟真神与剑无双缠住。交给我。这手段，这剑无双的身法好生了得，而且他也参悟了时空道，感悟还不低。有这样的身法在，我就算只应付他一个，都未必能够将其拦下来。同时应付2人，根本不可能。石娟，我只能将飞烟真神拦下，至于那剑无双，靠你自己了。剑无双虽然厉害，但终归只是一个界神，战力有限，单凭他一人，就算追上来了，也奈何不了我。不愧是无量真神，实力倒真是够了得的。不过你星辰一脉的那位妖孽剑无双，再怎么说也只是一个界神而已，要他一个人去追杀十绝真神，真的没问题吗？这剑无双，他仅仅一个人竟然真的追上来了，还真有胆量啊！他真以为我会怕了他这位界神？既然你要跟着我，那便跟着吧。现在才刚出城，先不着急，等再过段时间，距离无量真神他们所在的位置远了，我再动手，将你这位星辰一脉有史以来最了得的天才给斩杀了。反正之前我已经斩杀了2位星辰宫弟子，我与星辰一脉的仇恨已经不死不休了，现在再杀一个，也算不得什么。终于不逃了。十绝真神虽然不曾达到永恒真神的巅峰，但也非常接近了。这样的永恒真神，可比当初在焚天魔域内跟我交手的赤火真神、乌雪真神都要强多了。对现在的我也有不小的挑战。剑无双，星辰一脉有史以来的第一妖孽。我之前仅仅只是斩杀了2位星辰宫弟子，就让星辰一脉大怒，疯狂地追杀我。而今日，我若是将你这位第一妖孽给斩杀了，不知道星辰一脉又会如何。现在的我应当可以发挥出7成战力来，虽然只有7成，但要杀他却是足够了。受死吧！来了，在这里。
血影杀！不愧是十绝真神，纵然重伤，战力都如此强。一个界神，护体能力竟然也这般了得。十绝真神，你也接我一剑吧！精心参悟500年，从而所创的最强一剑，这一剑乃是由10重剑术融合而成，如此，它的名字就叫做10重浪。去吧！一爪开天！混账！只可惜我的实力仅仅只能发挥7成，要不然绝对可以正面碾压你。我这一剑虽然强横，但我总感觉缺点什么。剑无双，这一次算你走运，下次别让我再碰到，要不然我绝对要将你这位妖孽给宰了。哼，想走？剑无双，我杀不了你，但是你想要杀我却更加不可能，别浪费时间了。哼，浪费时间？我可不这样认为。那好啊，有胆量你就一直跟着我吧，大不了我直接跑到4象大陆上去，我倒要瞧瞧你这位星辰一脉的绝顶天才敢不敢去4象大陆。这十绝真神实力极其强横，纵然身受重伤，挥不出巅峰实力来，却也不是那么好杀的。想要战胜，只能用那一招了。死！什么？星辰秘术第2卷，让我施展的威能，竟直接提升100倍，一剑挥劈而出，估计比一般混沌真神的全力一击还要强。这十绝真神虽然是永恒真神，护体能力也不弱，甚至还有真神级战甲，可结果却依旧抵挡不住，瞬间身死。简单粗暴，蛮横至极。老实说，我真怀疑这星辰秘术是不是星辰一脉创始者所创出的，因为这门秘术真的很可怕。的确可怕，不过这门秘术也有些限制，比如这第2卷施展起来，却只能持续1个呼吸的时间。这一招堪称是我的最强底牌之一了，今后如果非必要，还是不要施展的好。哎，对了，国王，你认识这令符吗？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枚令符应当是仙宫传承令。仙宫传承令是什么呀？这个不需要我多说，你待会儿自行去问你星辰一脉的强者便是了，他们肯定知晓这仙宫传承令的，而且知道的比我还多。明白了。剑无双啊，没事就好。对了，那十绝真神呢？他死了。死了？你杀他？对。怎么可能？剑无双，你怎么杀的他？这个嘛，实不相瞒，我是施展了星辰秘术，这才一举将他斩杀。就算施展了星辰秘术，令自身攻击威能提升10倍，可那位十绝真神，应当也能勉强抵挡啊。我施展的是星辰秘术第2卷。第2卷？啊？怎么可能啊？两位，有什么问题吗？剑无双，你也知道，星辰秘术是我星辰一脉4大秘术之一，而且还是最强，也是名气最大的一门秘术。我星辰一脉的星辰宫弟子，包括我们这些执法长老，都有修炼过这门秘术的。像我与飞烟长老也都修炼了星辰秘术，可这门秘术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够练成的。其中第1卷还好些，只要肯努力，大多都可以练成。可我星辰一脉的众多强者，基本上也都止步于这第1卷了。
想要练成第2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像我、飞烟长老以及星辰一脉内众多执法长老，几乎都只练成了第1卷了。至于第2卷，在现在的星辰一脉内，真神当中练成了星辰秘术第2卷的，就只有2人。这2人分别是雷潮以及元殿主。这星辰秘术第2卷这么难？剑无双，从现在开始，你应当是我星辰一脉大能者以下第3个练成星辰秘术第2卷的强者了，而且你还只是一个界神。要是这样说的话，那星辰秘术第3卷岂不是更难？对，是更难。我星辰一脉开创到现在，唯一一个练成第3卷星辰秘术的，似乎也就公主一人。无量长老、飞檐长老，我斩杀了那10绝真神以后，从他的乾坤界内得到一枚令符，这枚令符颇为特殊，你们2位可否帮我看看？这是仙宫传承令。的确是仙宫传承令。剑无双，这是你从10绝真神手中得到的？对。我的天哪，你这运气还真是羡慕死人呢。练成了星辰秘术第2卷，现在又得到了仙宫传承令，还真是啊。2位，这仙宫传承令到底是什么呀？仙宫传承令出自于圣盟。剑无双，你可知道圣盟？圣盟其实就是圣地联盟的简称，由10大修炼圣地联合在一起所形成的。10大修炼圣地当中的众多大势力，包括很多顶尖强者，都属于圣盟的一员，甚至还有10大圣地之外的一些神国。只要实力达到要求，一般也都会加入圣盟。像我星辰一脉、凌霄宝殿4相府，也都在圣盟麾下。10大修炼圣地，众多大势力强者联合形成的圣盟，这圣盟得有多强？强？圣盟可不是一个强字就能够形容的，而是至高无上。在万古混沌界，圣盟主宰一切。我很好奇啊，10大修炼圣地内的这些大势力强者们，为何会联手形成联盟啊？这个关乎万古混沌世界的一些隐秘，我知道的也不多，但我却听说过，似乎是因为那8大巢穴的缘故。那8大巢穴有一些潜在的敌人，10大圣地必须联手，方才可以应对。这样啊。圣盟的老巢在雷霆岛，那雷霆岛上常年存在着大量顶尖强者，同时也存在着莫大的机缘跟一些修炼参悟之地，而其中名气最大的便是仙宫。雷霆岛上一共有13座仙宫，这13座仙宫分别对应着4大至尊道、9大天神道。在仙宫之内参悟对应的这条天道，那效果不单单只是事半功倍，而且还会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像我星辰一脉的真神殿，是由公主亲手创建的，同样对参悟天道有着巨大的帮助，特别是对界神这一层次，帮助最为巨大。到了真神那一层次，帮助虽然也有一些，但并非那般巨大了。可圣盟的仙宫乃是由圣盟站在最顶端的，也就是10大圣地那些大帝级别的存在联手，花费莫大代价与精力创造的。每一座仙宫价值都是真神殿的100倍乃至1000倍啊！在仙宫当中修炼，效果自然也是真神殿的100倍、1000倍以上。仙宫对修炼者帮助太大了，
也就因为如此，无数强者争破头，都想要去仙宫当中修炼参悟。而圣盟为了权衡各方势力强者，于是便有仙宫传承令了。这仙宫传承令每隔30万年便会布一次。正常情况下，每次布，圣盟内的一些大势力都可以得到一枚仙宫传承令。一些极其强横的，像凌霄宝殿那样的大势力，甚至可以一次得到2枚。至于那些独行强者们，根据对圣盟的贡献，或者自己付出一些代价，也可以得到一枚仙宫传承令。总之，圣盟每30万年都会布上百枚仙宫传承令，而一枚仙宫传承令，则可以让一位修炼者选择一座仙宫，在其中参悟100年的时间。30万年才布上上百枚，而且一枚仅仅只能在仙宫当中待上100年。就是因为仙宫传承令太少，所以才会那般珍贵。像我星辰一脉，每隔30万年才能够得到1枚，可我星辰一脉强者众多，都渴望去仙宫当中参悟，又如何好分配呀？所以每一次一有了仙宫传承令，我星辰一脉都会经过反复的商议讨论，推选出几个名额来，随后会请示公主与另外2位殿主，由他们几位共同做出决定。上次仙宫传承颁布到现在只有24万年，也就是说还得再过6万年，我星辰一脉才能够再得到一枚仙宫传承令。可现在剑无双你倒好，杀了一个10绝真神，竟然得到了1枚。也就是说，我现在可以凭借这门仙宫传承令去圣盟的仙宫当中修炼。这个嘛，还不好说，毕竟你还不是真神。圣盟的雷霆岛有一门槛，必须得是真神才能够潜入，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真神，最弱都得是最顶尖的虚空真神，无限接近于永恒真神的一层次才可以。你的实力虽然达到了要求，但境界上终归差了一些。能否去雷霆岛，我也说不清楚。你还是回去自己询问原店主的好。啊，既然这样，那我们现在便回去吧。仙宫传承令，还真是。剑无双，你运气倒是真不错呀。运气是不错，但现在有个问题。听说进入雷霆岛的门槛极高。的确，进入雷霆岛的最低门槛一般都是永恒真神，不过这并非一定要在境界上达到永恒真神层次，战力上达到也是可以的。像雷霆岛上也有一些虚空真神的存在，虚空真神大多都是那些最顶尖无比了得的天才，他们也不是永恒真神。既然虚空真神可以，那你这位界神只要实力上达到了那一层次，自然也可以去雷霆岛。这样啊。其实就算你没有得到这仙宫传承令，我也已经准备安排你去雷霆岛了。另外，我已经向圣盟高层申请，用一些代价替你换取一枚仙宫传承令。什么？你是我星辰一脉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天才弟子，拥有着无法估量的潜力。我星辰一脉自然会竭尽所能的去栽培你。一枚仙宫传承令而已，虽然珍贵，但对我星辰一脉而言，却也算不得什么。我不仅现在就替你去换取一枚仙宫传承令，且6万年后，圣盟会发布一枚新的仙宫传承令下来，那枚仙宫传承令一样会给你。当然，前提是你得突破达到真神才行。袁店主，既然你已经替我去圣盟高层换取了一枚仙宫传承令了，
那我现在手里这枚仙宫传承令是你自己得到的，当然也是你的。也就是说，我在界神层次就可以同时拥有2枚仙宫传承令，等6万年后要是突破真神了，就可以得到第3枚。就是这样。那仙宫传承令1枚只能选择1座仙宫参悟100年时间，可你同时参悟轮回道、时空道。若是有2枚仙宫传承令的话，就可以在对应轮回道的仙宫和对应时空道的仙宫分别参悟100年，倒是刚刚好。这样会不会太什么？太偏心？谁若是觉得偏心，那就让他以界神之境去匹敌永恒真神试试。他要是做到了，我保证给他同样的待遇。另外，这件事也并非我一人决定，而是我与公主另外2大店主共同商议后决定的。星辰一脉内谁敢有意见？这件事就这样吧，用不了多久，这枚仙宫传承令应当便会下来，到时我会派人带你去雷霆岛。对了，我听无量说你已经练成了星辰秘术第2卷。是。太好了。剑无双，你记住，今后若非必要，不要轻易施展星辰秘术。这门秘术可是一门杀手锏，用得好是可以在绝境中翻盘的，所以最好别让人知道。我也会让无量跟飞烟不要将此事说出去。明白了。行了，下去吧。剑无双，我会让无量送你去雷霆岛。雷霆岛上的一些事情他也会跟你说清楚。你到了之后切记要好好修炼，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无量长老，这趟有劳你了。无需客气，我刚好也打算去雷霆岛，送你过去那只是顺便而已。无量长老也打算去雷霆岛吗？去修炼？雷霆岛上并不仅仅只有仙宫，可还有不少别的机缘以及特殊的修炼之地存在的。雷霆岛是圣盟的老巢，其内拥有的众多机缘以及修炼之地，对于我们这些永恒真神而言，都有着莫大的作用。10大圣地各方大势力的强者都想去雷霆岛上修炼，可同样也受到约束。圣盟规定，像我们这些大势力麾下的永恒真神，每10万年都有一次去雷霆岛修炼的机会，每次修炼的时间是3000年。还有这样的规定？没办法，毕竟10大圣地各方势力，包括众多独行强者，9成9的永恒真神都是圣盟的一员。这些永恒真神全部加起来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而雷霆岛上的资源却有限，肯定得有些规矩才行，不然所有永恒真神都常年待在雷霆岛，那雷霆岛的资源岂不是早就耗光了？说的也是。也就是说，我在那雷霆岛上也只能待3000年。是这样，所以原店主才让你抓住机会。若是这次浪费了，下次再想去雷霆岛，就得等上10万年了。当然，倒是有一个条件，你若是达到了，便可以获得雷霆岛永久的居住权限。什么条件？闯过道宫第5层。道宫第5层，很多混沌真神都没达到吧？对，一般混沌真神的水准便是闯过道宫第4层，而第5层只有那种极强的站在顶尖的混沌真神才有资格闯过去，也只有这等强者才具备雷霆岛的永久居住权限。道宫第5层，距离我实在太遥远了。谁说不是呢？我星辰一脉真神也有不少，混沌真神都有一些。
但能够常年居住在这雷霆岛上的，算上雷潮在内，也仅仅只有8位。8位？这里便是圣蒙的老巢雷霆岛。这是怎么？是不是感觉自己的神力削弱了？对。很正常。所有来到这雷霆岛上的强者，包括大能者，神力都会受到限制。像我们这些真神，不管是虚空真神、永恒真神还是混沌真神，到了这儿，神力都只会维持在普通虚空真神的层次。至于大能者，神力也会维持在最一般的大能者层次。是这样。你跟我来。剑无双，你听着，在雷霆岛上有一点是必须记住的，便是禁止私自出手或是厮杀。毕竟这圣盟汇聚了10大圣地无数势力宗门，还包括众多独行强者。这些势力与势力之间，或是强者与强者之间，都存在着不少仇怨。但不管有什么仇怨，都不得在雷霆岛上出手。若是仇恨实在化解不了，也可以，雷霆岛上有专门用来比斗的武斗空间，跟生死空间，可以去那儿解决。武斗空间可分胜负，生死空间神力会完全恢复，可分生死。除了这2处地方外，其他任何地方一旦出手，立即就会遭到制裁。所以不管你仇恨多么巨大，都别头脑热。要知道，这雷霆岛上可是好几位大帝级别的强者坐镇的，你在其他地方出手，他们会立即将你镇压，不给你一点机会。大帝级别的？剑无双，你看。那是好可怕的一刀。那是圣盟的一位大能者留下的，尽管只是一道刀痕，却依旧让很多擅长刀法的真神为之痴迷啊。大能者留下的刀痕就这么随意的摆在那儿？何止是刀痕，你再看那儿，好奇特的雕像。你再看那里，那3道剑痕是天剑山主人留下的。怪不得，这雷霆岛太神奇了。雷霆岛遍地机缘，你所看到的这些仅仅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罢了。这些机缘你得慢慢去寻找，得看运气。运气好就可以找到对自己有所帮助的东西，可若是运气不好，却是什么都找不到。像我在这雷霆岛上待的时间全部加起来都有数万年了，也找到过一些适合自己参悟的奇特之地，但大机缘却还不曾碰到。大机缘能够让自己的实力在短时间内得到巨大提升的，自然就是大机缘。这种机缘不要求层次有多高，不管是顶尖混沌真神留下的，还是大能者留下的，只要是对自己有莫大帮助的，能让自己的实力大幅度提升，就都可以。这倒是。剑无双，你看那儿，那是道宫，9层道宫。你今后在雷霆岛上的修炼，想要验证自己实力进步的话，就可以来闯道宫。看那儿，那片区域，乃是一些顶尖强者留下的，其中包括一些强者留下的洞府。那洞府当中也有机缘的，前提是你得通过他们的考验。那片巨大山脉中央有一莫大荒原，
荒原内蕴含着无数石碑，石碑上都记录着一些绝学，可以直接观摩的。还有那座古老塔楼，塔楼内蕴含着无数强者的交战画面，同样可以直接去观摩。不愧是圣盟的老巢啊，无数强者所渴望的雷霆岛。剑无双，你现在所看到的便是雷霆岛上赫赫有名的13仙宫。剑无双，你跟我来。大能者。哦，蛇老。星辰一脉的。哦，一个界神却能够来到这雷霆岛，你应当便是星辰一脉的那个逆修吧？我听说过你，至于你的名字，我倒是没记住。晚辈剑无双，见过前辈。前辈，你还是跟其他人一样，叫我蛇老就好。剑无双，蛇老是仙宫的掌控者，雷霆岛上任何人想要进入仙宫，都得经过他的同意。原来是这样啊！你想进入仙宫？那将你的仙宫传承令拿出来。用这枚仙宫传承令，你可以选择进入其中任何一座仙宫之内，在里边参悟100年。这100年你可以一次性度过，也可以选择分开来参悟，但每次进去参悟，最起码也得1年。还可以这样？我第一次进入仙宫，也不知道里面会遇到些什么，就先去参悟1年试试吧。可以。剑无双，我听说你曾经得到过绝和真神留下的轮回物件图。啊，对。那绝和真神的轮回物件图其实就是模仿仙宫而创造的。你有了参悟轮回物件图的经验，到了仙宫内参悟起来，应该也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还有这样的事儿？你进去试试就知道了。轮回仙宫，感觉跟星辰一脉的真神殿一样，星空。轮回道，这太神奇了。明白了，这是解剖，这是一位或者是几位对轮回道上已经达到最高层次的强者联手，将一条完整的轮回道给详细解剖了出来。他们将轮回道解剖出了27个部分，又将每个部分解剖成了11111丝玄奥，化繁为一。怪不得无量长老会说轮回物件图是绝和真神根据这轮回仙宫演变出来的，还真是这样。不过绝和真神终归只是一个真神，他就算是模仿，也仅仅只能模仿很小的一部分，可形成的轮回物件图依旧是价值不凡的。把轮回物件图跟着轮回仙宫内的27幅画卷比，那就是一个天一个地了。27幅画卷，前6幅我已经参悟透了，我现在要参悟的是第7幅。开始吧。太入迷了，感觉刚才参悟了没多久，1年时间都已经过了。短短1年的时间，我便取得了如此大的进步，可我还有99年呢。先不急着去这仙宫当中参悟吧，这雷霆岛遍地机缘，先去到处逛逛。界神，在万古混沌世界，能以界神之境出现在这雷霆岛的，应当只有一个，便是星辰一脉的剑无双。是他。之前还看到他跟星辰一脉的无量真神在一起，听说他还去了仙宫。界神便能来到这雷霆岛，甚至还有仙宫传承令，真羡慕啊！剑术，而且还是很凶悍、很凌厉的剑术。天命真神，有事儿吗？没什么事，只是想告诉你，星辰一脉那位逆修已经到雷霆岛了。
剑无双，他现在在哪儿？就在黑绝真神留下的石壁前，似乎是在那儿参悟。你去那儿就可以找到他。有劳了。这古老文字当中蕴含的剑术对我帮助不大，但领悟一番，倒也让我多出一些剑术上的见识来。啊，是天命真神。剑无双，你是四相府天命。四相府？有事吗？早就听说过你，今日难得见到。你有没有胆量跟我比斗一场？跟你斗？只是普通的比斗？当然不是。既然是比斗，怎么也得加点彩头。我知道星辰一脉应当给了你一枚仙宫传承令的，正好我也有一枚，且到现在还剩下50年的参悟时间。咱们就赌这些参悟时间，如何？参悟时间，这个也可以赌？当然可以。在雷霆岛上，只要双方愿意，什么东西都是可以赌的。不仅仅是仙宫的参悟时间，就连能够待在这雷霆岛上的时间也都可以赌。怎么样？要不要来赌一把？哼，抱歉，我没兴趣。剑无双，你虽然是界神，但却是逆修，与一般修炼者的虚空真神相当。我也只是虚空真神，跟你赌战也不算欺负你，你怕什么？没兴趣。剑无双，当初在焚天魔域，你以一己之力屠戮我四相府众多真神的那份气魄哪儿去了？莫非你就只能欺负一些弱者不成？你就是这样的货色？这小子倒真沉得住气啊！原以为像他这样的天才，肯定心高气傲，不会拒绝我的挑战。我也能从他手中多得到一些仙宫参悟的时间了。可结果，也对，毕竟是度过了3重逆修劫的，心境肯定不弱。我这样的激将法对他没什么用，看来想逼他出手怕是不可能的了，只能找其他办法。那位天命真神还真以为我会那么简单中他的激将法，还说我一个界神层次的逆修，跟他一位虚空真神比斗是公平较量，他没欺负我。这话用来骗小孩子还差不多。雷霆岛一般门槛便是需要永恒真神的战力，这位天命真神与虚空真神之境出现在雷霆岛上，必然也是那种绝顶天才。不出意外的话，他对天道的感悟最起码也能闯得过道宫第3层，至于绝学肯定也更加惊人。我要是现在跟他交手，8成被他碾压。这便是无量长老所说的记录着无数绝学之地，这绝学起码是3阶真神绝学。小宝贝们，多年不见，都长大了没有啊？啊？我饲养的6条幻心里怎么不见了？怎么会？该死！是谁偷了我的幻心里？我在府邸周边布置了禁制，可这禁制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在雷霆岛上有能耐做到这一点，而且还会做这等龌龊之事的，只有一人。野狗，那条该死的老野狗，绝对是他偷了我的幻心里。没想到离火那小子竟然弄到了幻心里，还一直隐瞒着，一点消息都不透露出来。若非老头我刚好路过他的府邸，到现在还不知道他那儿还藏着这么好的东西呢。幻心里呀，那可是人间美味，可惜只有6条，太少了些。等下次再见到离火那小子，得告诉他，让他再多弄几条才行。界神，
这一剑，总感觉差了些什么。哎，小子，你是那位逆修剑无双吧？是我，不知前辈是？哼，你别管我是谁，我问你，你身上可有白眼果？前辈，我之前是得到不少白眼果，但那些白眼果我都已经交给我星辰一脉的青尘公主了，我现在手头上并没有啊。真的没有吗？你可别骗我。当然没有了，前辈，你也可以想想，我一个界神，这白眼果给我也没用啊，反而会给我带来不少麻烦。我又不是傻子，带着它做什么呀？也有道理。可惜了，原本还想弄几个白眼果尝尝，现在看来只能等下次了。也不知道那白眼果到底是个什么滋味。这人有点怪。小子，等你什么时候回星辰一脉，见到你们那位星辰公主，跟她说说，帮老头我要几枚白眼果。这晚辈尽力试试。不错，还算懂事。看在你这般懂事的份上，老头我就给你个提醒，你刚刚的剑术实在是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啊！你现在所在的这片荒原有无数绝学，其中在那爪法绝学区域有一尊石碑，石碑上就一道简单爪印的，你可以去那尊石碑前看看。这位前辈的行事风格还真是怪异，但是他应当是一位大能者，就是不知道是圣盟当中的哪一位。爪法，那位前辈身为大能者，眼界自然不低，他知道我擅长剑道，却让我来到这里观摩一门爪法绝学，必然有他的用意。我先看看吧。怎么会呢？那三道流光每一道的威能都不怎么强，可是三道融合所形成的那道全新流光，在威能上7秒强上足10倍，甚至还不止，这怎么可能呢？我现在明白那位前辈为何要我来到这石碑前了，是叠加的方式不同。我创出的10重浪是直接将10道剑影蛮横粗糙的强行融合在一起，这种粗暴的方式哪怕对力量掌握再完美，依旧会导致力量散逸的。但这画面当中那一爪，那叠加的方式明显不同。此外，那一爪中的力量规律排列也都不相同。之前一直以为1+1肯定等于2，10道同等威能的剑影叠加所形成全新的剑影，只能爆发出10倍威能。可现在我才知道，只要方法运用得当，1+1也可以等于3，等于4。10道同等威能的剑意叠加所形成的全新剑意，也可以爆发出10倍乃至上100倍的威能来。成功了！虽然只是初步掌握叠加之法，力量已经消散了不少，可所形成的全新剑光依旧要强上足10倍。这还仅仅只是开始，我对这威能叠加之法的掌握还不纯熟，若是继续参悟钻研下去，10道剑意融合爆发出的威能绝对可以更强。继续。这小子短短30年，竟然就将我精心钻研出来的威能叠加之法领悟了。虽然只是初步掌握，可既然到达了门槛，接下来要完全掌握熟练，只是时间问题了。该死，老头，我当初钻研这威能叠加之法，花费了足足30年，经过无数次反复琢磨，这才完善下来。这小子他根本就没有费多大劲儿，就是捡现成的，将我这威能叠加之法给掌握了。不行，
这样岂不是太便宜他了？我辛辛苦苦弄出来的东西。参悟80年，这威能叠加之法终于掌握完美了。我的10重浪、10道剑影叠加融合所形成的全新剑影，威能也已然提升到了30倍。10重浪，不，应该叫万重浪才更加贴切。前辈，小子，我问你，你之前可有过师承？有啊。你的那位师尊现在是死是活？这当然还活着了。那如果我要你与你的那位师尊从此划清关系，然后拜我为师，从今以后你也只有我一个师尊，你可愿意？不愿意。混账小子，你将老头我辛辛苦苦创出的威能叠加之法给学去了，结果却不愿意拜我为师。你信不信我直接宰了你，或者将你背后的那位师尊给宰了？前辈，你指点我学到了这威能叠加之法，晚辈很感激，但光凭这一点，想让我背叛师门是不可能的。至于前辈愤怒想要杀我，尽管出手便是。不过这里毕竟是雷霆岛，我相信前辈也会有所顾虑才对。至于我师尊，我师尊早就离我而去了，就连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前辈想要杀他，大可以直接去就是。小子，你的意思是，老头我奈何不了你了？不是，我只是感激前辈的指点，今后也会铭记在心的。但是前辈想让我放弃自己的师承，那是不可能的。铭记在心？哼，这样吧，你若是真的感激我的话，等你回到星辰一脉后，替我弄几枚白烟果来尝尝，也不多，3颗就够了。3颗白烟果？前辈，晚辈很想知道你要这些白烟果做什么呀？难道真的是为了吃吗？当然，我这一生没什么喜好，最爱的就是吃，吃尽天下美味，且越是珍贵越是难得的东西，我就越喜欢。那白烟果就无比罕见，我到现在都还没尝过呢。好吧，前辈，能不能替你弄到3枚白烟果，我没把握。不过要是榛果美味的话，我手中倒也有一些，不知前辈可否喜欢？你的这些东西里边，也就这枚冥思果还够看些。味道也就一般。小子，我也不为难你了，你今后能弄到白烟果就弄，弄不来也得给我多弄一些罕见的东西来，像换心礼那样的仙琴也是可以的。老头我就住在雷霆岛，以后弄到好吃的就用这枚令符通知我。还真是个怪人呢，跟我说了那么多，还硬要收我为弟子，可是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剑无双，那雷霆岛感觉如何？还不错。我听人说你这段时间在雷霆岛一直待在一座记录爪法绝学的石碑面前参悟，怎么回事？哼，我在那儿参悟，自然有我的用处。哼哼，有用就行。在雷霆岛上该怎么修炼，你自己拿主意，但切记别浪费机会就行。接下来该去仙宫了。我有2枚仙宫传承令，可以分别在轮回仙宫、时空仙宫内各待上100年。这100年我可以分成10次，每次进去参悟10年。而我在雷霆岛上修炼的时间是3000年。既然这样，那从今往后我去轮回仙宫、时空仙宫参悟一次，便在雷霆岛上修炼280年。等到280年一过，再次参悟第2次，就以300年为一个期限，就这样分配下来。等我将2大仙宫参悟的时间用完，正好我在雷霆岛上也待满了3000年，而且这样一来，修炼效果也会更好。
第6次了，每次都是参悟10年时间，到现在，轮回仙宫、时空仙宫，我都已经参悟60年了。现在传承令内各还有40年的时间，不过这40年短时间之内怕是用不上。不单单是天道感悟上，其他各个方面似乎也是如此。现在的我突破真身的前3个条件都已经达到了，接下来就剩最后一个了，便是那个突破的契机。应当是武斗空间所在吧？我来到这雷霆岛这么多年了，还从未去过那里。四相府的天命真神，哼，还真是巧啊！一来到这儿，就看到这位天命真神的比斗了。月落真神，多谢你的800年修炼时间。800年？月落那个蠢货，之前我只是故意在他面前示弱而已，他还真以为我不是他的对手。雷霆岛800年的修炼时间还算不错了。那不是星辰一脉的第1天才剑无双吗？有没有胆量进来跟我比划比划？这天命真神看来还一直惦记着我在仙宫的那些修炼时间。这小子竟然真的进来了。剑无双，咱们还是赌仙宫的修炼时间。你想赌多少年？上次你刚来雷霆岛，仙宫的修炼时间很充足，所以我才想跟你赌50年的时间。但现在嘛，你在这雷霆岛也待了这么久了，在天宫的修炼时间肯定也用掉不少，所以这次不赌50年了，只赌20年，如何？20年可以。爽快。1500年前，这天命真神找我赌战，我可是一点把握都没有，只能拒绝。可是现在嘛，我的实力已经达到3重天界神所能够达到的极致，现在的我可丝毫不惧这天命真神。最重要的是，我现在欠缺突破的契机，哪有人找我赌战，我又岂能拒绝？这是好诡异的身法，而且速度也太快了。单单这身法，起码就需要对时空道的感悟可以闯过道宫第3层才可以做到。雕虫小技而已。轮回道，哼，试试这一招。那是轮回世界，好家伙，这可是只有对轮回道的感悟可以闯过道宫第3层的强者才能够施展出来的呀！这剑无双区区界神，可他对时空道、轮回道的感悟，竟然都已经具备了闯过道宫第3层的水准，厉害！一剑生万物，给我破！这是生命道。剑无双，我承认你的实力比我想象当中要强上很多，不过最终的结果却还是一样的。没用的，这是天命真神一力生万物所化的生命领域，领域内的那些花草树木生生不息，即便被斩断厮杀，也会再次生长而起。除非是能够依靠蛮力，强行将这生命领域给破开，不然呐，这天命真神就是无敌的。这天命真神对生命道的感悟实在太高了，估计距离道宫第4层都非常接近了。生命仙宫的27幅画卷，他应当已经悟透了第11幅。哼，没完没了了。看来得将他的领域彻底破去才行。这威能，这是2阶最强真神绝学。绝学层次无法肯定，但威能上的确已经达到了2阶最强，
天哪！一个界神，闯出了2阶最强真神绝学。灭！混账！别以为这样就能击败我！天命真神，你输了。同样是在雷霆岛，却同样可以去仙宫当中参悟。这1500年我进步不小，但他的进步明显比我要大得多。愿赌服输，仙宫20年的修炼时间，我给你。有劳了。这是地煞王。堂堂四相府第一天才，竟然输给了一个界神，天命，你还真是没用。你是凌霄宝殿地煞王。地煞王？简无双，有没有兴趣跟我也比斗一场？至于赌注嘛，你跟天命真神赌的什么，我们就赌什么。如何？可以啊，反正那仙宫的20年修炼时间也是赢来的，用它换来跟虚空真神当中的第一人交手，也值得了。哦，既然如此，便出手吧。我让你先出手，拿出你的全部实力来。好恐怖的雷霆之力！这地煞王参悟的，应当是9大天神道当中的神雷道，而且感悟极高，绝对已经具备闯过道宫第4层的能力了。简无双，你的身法的确不错，可惜你对时空道的感悟却太低了。啊，在哪里？这速度！简无双，逆修，甚至外界还有人说你是万古混沌世界的第一天才，可现在看来，却也不过如此。以你的实力，顶多也就只能击败像天命真神那一级别的货色，想要跟我比，你还差得远。哼，我本来就没想跟你比，现在败了，以后找机会再赢回来便是。身为绝顶天才，却不骄不躁，丝毫不在意我的嘲讽，而且他的进步度的确很吓人，在雷霆岛修炼不过1500年，竟然就能够击败天命真神。这剑无双是个劲敌呀，看来得将这件事禀告上去，让他们对这剑无双有个重新评估，然后早一点铲除这个祸害。这地煞王的实力真是很强啊！剑无双，其实你比那地煞王还要厉害，毕竟你只是一个界神，界神对天道之力的亲和程度本就比不上真神。此外，界神还会有着自身极限，可一旦突破真神，在天道之力的感悟方面，便不会受到制约了。等你突破达到真神，对天道之力的感悟肯定比这地煞王还要强得多。话是这样说没错，可是我现在终归是比不上他呀。真神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突破。剑无双，你现在各个方面都已经达到了极限，没法再提升下去了。继续待在这雷霆岛也没什么用，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哼，这个我还真没想过。既然你没什么打算的话，那便按照我说的，咱们去古神圣地。古神圣地？古神居住地？对，在万古混沌世界内，可不仅仅只有你们人类修炼者的，同样还存在着众多特殊族群。你们人类有10大修炼圣地，而这些特殊族群也有4个圣地存在的。这4个圣地当中，其中就包括古神圣地。
古神圣地自然是以古神为尊，你也是拥有古神血脉的，且还是王族古神。可惜你空有一身血脉，却不曾得到过完整的古神血脉传承。古神很多的厮杀手段，很多秘术，你根本就不知道动用。但到了古神圣地，你就可以得到且掌握这些技巧，或是秘术。到时候，你这位王族古神才能够真正发挥出与之匹配的实力来。古王，你知道古神圣地在哪儿？当然知道，虽说距离你们人类的10大圣地颇为遥远，但你们圣盟当中肯定有直接通往古神圣地附近的空间虫洞。你可以去询问星辰一脉的原店主，让他告诉你。明白了。剑无双，你要去古神圣地？对，我身上本就具备古神一族的血脉，而且层次很高，可惜却一直没法将这血脉彻底发挥出来，所以只能亲自去一趟。可你现在仅仅只是界神，那古神圣地是特殊族群的居住地，在万古混沌世界，圣盟虽然至高无上，却也无法插手那极大特殊群体圣地的事儿。因此，你若是在那古神圣地内碰到什么凶险，就算是圣盟，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知道，不过我现在的实力已经到了界神的极限了，已经没有提升空间了。想要突破到真神，不知道何年何月，所以只能先去那儿了。是这样，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便去吧。不过古神圣地距离我人类的10大圣地颇为遥远，圣盟虽然有抵达古神圣地附近的空间虫洞，那空间虫洞的连接点却在断魂域。你若从雷霆岛出发的话，抵达断魂域最起码也得近100年，而这近100年时间，你所走过的都是一些暗黑虚空。哦，剑无双，这样吧，你先在雷霆岛上待上一段时间，也不多，顶多10来年吧。到时候我会传讯给你，让你出，你便直接出就是了。明白了。剑无双，你现在可以出断魂域了，记住，离开的时候别乘坐空间虫洞。好。剑无双已经离开雷霆岛。第1级别必杀目标剑无双已经离开雷霆岛，现在往断魂域所在的方向而去。断魂域，剑无双去那儿做什么？他一人去的断魂域。是，而且他并没有乘坐空间虫洞离开。不乘坐空间虫洞，莫非是想引我们上手？令第1血域队立即出发赶赶他，让叶老法也一起去。动手前，让他先弄清楚周边有没有圣手强者，若是有，立即撤退。目光已经锁定，随时可以动手。先不急，等我片刻。赶紧撤退！哼，这群宵小，逃得还真快。这里就是古神圣地。此刻在我的灵魂之力感受范围之内，正有2个人，不过我感应不到他们有古神血脉的气息。难道是其他族群的人？古神圣地虽然是以古神为主，但同样也有着诸多特殊族群存在的。这些特殊族群有的形成部落，有的则是依附古神而生。论数量，这些特殊族群加起来，自然远比古神要多得多。是这样。在古神圣地，众多古神有的也会以部落的方式生存，但更多的古神却都集中在9大王城当中。这9大王城也可以说是古神圣地的9大最强势力。9大最强势力，也就是说，古神一族并非一个完整统一的族群。对，很久以前，
距离现在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在最古老的那段时间里，古神一脉内是有一位古神皇的。他在古神一脉内拥有至高无上的皇族血脉与强横无比的实力。那个时候，古神一族有他统领，的确是一个完整的族群。但自从那位古神皇失踪，或者说是陨落之后，古神一族便彻底分裂，沦为了9大王城。这9大王城一直都是由古神一族内站在顶端的王族古神统治着。像我之前的那位主人洛真王，他是8星王族古神，在古神一族内绝对是站在金字塔最顶尖的，因此当初也占据了1大王城，麾下还有着数位7星古神，众多6星古神。不过洛真王陨落后，他的王城自然也会被其他的王族古神所占据。哎，古神一族的7星古神已经是大能者层次了。是大能者，不过只是普通的大能者，就跟你们人类圣地当中的天剑山主人同一层次。而8星古神则是你们星辰一脉创始者那一层次。也就是说，古神圣地的1大王城就有足足数位普通的大能者，外加一位媲美星辰宫公主那样的8星古神。对，好家伙，1大王城便是如此，若是9大王城，古神一族完全统一联合在一起，但力量得有多大？起码比你们人类的1大圣地要强。还真有可能。哎，对了，古神一族内的8星古神便是星辰公主那一层次，那9星古神呢？当初统一了古神一族的那位古神皇，是不是9星古神？9星古神，9星古神媲美你们人类的大帝级别，不过这一层次却太少了。据我所知，古神一族历史上就只出现过2位9星古神，其中1位在一次大战当中陨落了。至于剩下的1位，现在还在不在古神一族内，我也不清楚。至于古神皇，据说他是10星古神。10星？当然，10星只是一个传说，到底有没有达到，我也不知道。整个古神一族现在知道的人应当也没有几个。毕竟古神皇那一时代实在太久远了一些呀。剑无双，你先去问问那2名特殊族群的人，看看我们现在是在哪里。2位别紧张，我只是想找2位问个路而已。问路？想要问路很简单呢，只要你能够击败我们2人，不管你问什么，我们兄弟2人都知无不言。哦，剑无双，古神大陆特殊族群极多，且这些特殊族群大多无比彪悍，不管是什么事儿，都是靠拳头说话的。这2人也是顶尖界神，看到你跟他们处于同一层次，这才想要跟你交战。这样啊，既然如此，那便请2位出手吧。我们2兄弟，你先挑一个吧。不用那么麻烦了，你们2位一起出手吧。好狂妄，大哥！既然他都这样说了，那我们兄弟便一起联手，好好教训教训他。好，有点意思。8星，你们2位可曾服气？你的力量竟然强成这样！我们兄弟2人都是火魔族的一员，我火魔族天生就擅长力量，且我们跟你也处于同一层次，可结果硬碰硬，却完全被你碾压。
在这古神圣地内，能够以同阶之境碾压我火魔族的，应当只有古神了，而且还是那种血脉极其精纯的古神。我的确是古神。两位，现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吗？当然可以，大人，有什么问题您尽管问就是了。